欢迎来到 Crypto Tricks。在视频开始之前，别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打开小铃铛，随时随刻获取加密世界最前沿的讯息，不错过我们提供的精彩内容。We're going to make it.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 Crypto Tricks。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呢，我们将会首先我跟 Gary 会为大家带来这个 Terra Luna 这个崩盘事件的一个后续。然后这之后呢，我们会今天着重介绍一下 Cardano 这个 ADA 的这个区块链项目，然后也是由以前这个以太坊的创始人之一出来创建的。然后呢，我们会根据这个投资价值进行一些讨论和总结。OK，所以首先呢，我给大家说一下这周这个 Terra Luna 的一个后续吧，就是已经发酵一周的这个事件，那 UST 和这个 Luna 迟迟还是没法这个 UST 还是没法 tag 到这个 USD，然后这个 Luna 也是持续还是在一个非常非常低的水平。那这个后续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个杜康他又 launch 了这么一个叫 Recovery Plan，这个 plan 是干什么呢？就是他要相当于把原来的这个 Luna 改名叫这个 Luna Classic，其实有点像这个以前的这个以太坊 ETH Classic，相当于是要摒弃现有的这个 Luna 和 UST 这么一个区块链，然后把它 fork 至重建一个新的叫Terra Blockchain，然后呢这个新的 Luna 名字还是会叫 Luna。然后呢，原来还持有这个 UST 还有 Luna 的币的这些怎么说投资者吧，他会 airdrop 这个新的币到你的钱包。但这个问题呢，就是也其实带来了很多就是争议啊，因为这个就相当于说原来的旧账就直接不算了，然后我们直接就 move 到下一个重新再造一堆币出来，然后给这个 Luna 带来新的这个流动性 liquidity。那 CZ 就是CZ 也是他的一个 Binance，这个 CZ 也是一个就是最近出了这个事儿跟非常对杜康有意见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呢，就是说这个方法是不会 work 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去 fork 一个新的这么一个 blockchain 出来，还是没有创造任何的价值，只不过是创造一些新币而已。然后这就跟你说你犯了罪，然后你重新换一个脸，或者换一个护照，换一个新的身份，然后再去在这个社会中就是生活下去，那就是肯定不太对劲。所以反正现在有很多的不同的声音那这个事件呢还没有结束，远远没有结束，所以我们还会持续关注。那下面那个 Gary 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他的一些思考和一些信息。对啊，我们再看这条新闻啊，就是现在爆出来这个 Terraform Lab 是欠了韩国政府大概$8000万的一个税金啊。前段时间那个都快是在爆发这次事情之前，连夜注销了这个 Terraform Lab 在韩国的一个公司主体，他想把公司搬到新加坡去。再加上那个多宽这次这么极力的去推这个 Luna Fork 这个事件，不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有点太过着急了，太过着急想把手中的那个 Luna 和 UST 出清。还有他们上一次购买的 BTC 是否是真的有被投入到救市，这些现在都是大家的疑问，他们也没有出来澄清。我希望就是他们最终的把这个事情的澄清清楚，然后把这个他们 BTC 就是卖掉，然后去购买这个UST 这个记录给它发出来，就更加的公开透明。毕竟这次事件对豆矿本人的一个信誉打击是挺大的。就是现在我对他这些提议都是持有一个保留意见的。I've been in this space for almost a decade now, and I remember Bitcoin before it was $1, and then going up to 30, then down to 4, then to 250, then to 80, then to 1200, then down to 250 again, then up to 20,000, then down to 4,000, then to 64,000, and now we're in the 30s. And I remember all the events, the collapse of Silk Road, the collapse of Mount Gox, all the various interesting ventures throughout the years, like Mastercoin and Color Coins, and a litany of other things and concerns. And no matter where I go, what I do, it always amazes me that there's this constant rhyming of the attitude. So the old guards, nothing phases us anymore. We've seen everything twice just to make sure we didn't miss anything. The new people, the minute that something occurs,
like for example, the collapse of a stable coin or the collapse of BitConnect or these types of things, then they say, oh my God, this is the end of crypto. Everything is over. Oh, we're all going to die. The markets are over. The dream is gone. What's happening right now is there's over $300 trillion of institutional money floating around the world looking for a home. 这部分视频主要是老查对过去一周市场做了一个点评，并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大家，这些都是币圈经常碰到的一些情况。大家对加密货币不要有过分的看空，实际上现在市场上还是有大量的机构资金，它是无处可去的，他们需要找一个地方来避险。好的，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Cardano 这条区块链的一个基本面，还有发展的一个 roadmap， 以及分析一下它们价格潜力，还有它们是否具有投资的一些价值。刚刚我们视频看到的那个人就是那个 Charles Hoskinson， 中文社区里面习惯称他为老查。老查是1987年出生在美国的夏威夷，所以说他并没有视频上看上去的那么老。老查是一位数学家，但是前段时间推特上有过对老查博士学位的一些争论。当然这些都是八卦，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要内容。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推特吃一下瓜。Cardano 是老查在2015年创办的公司 Input Output Hong Kong 开发的。值得一提的是，老查曾经也是以太坊的早期联合创始人之一，后来跳出来单干。Cardano 这条链被别人诟病最多的便是慢，这是由 Cardano 的基因决定的。Cardano 是基于学术研究领域同行评审机制的一个通用区块链。它的每行代码都必须经过审计，然后才能对外发布。这些人里面有很多是学者或者教授，学术的氛围还是特别浓厚的。Cardano 追求的不是快，而是不出错。另外一个制约 Cardano 发展的就是它的开发语言。Cardano 和别的所有链都不同，采用的是那个 Haskell 的一个开发语言。这个语言的优点就是它不容易产生歧义和人为的一些错误。这个语言的优点就是不容易产生歧义和人为的错误，但是弊端也同样明显。就是懂这种开发语言的，并且能熟练运用的开发人员数量特别有限。Cardano 的一个开发任务是由多个部门协作完成的。IOHK 是负责开发协议 ，Cardano 基金会是负责监督项目，而 Emurgo 是负责业务拓展以及提升那个应用率。我们都知道以太坊的架构导致可拓展性不高，然后它的交易速慢。还有它的手续费很高，这都是以太坊的一个痛点。以太坊 2.0 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但是 Cardano 从一开始之初就已经是双层 layer 的架构，就已经解决了以太坊这一痛点。相比之下 Cardano 的 gas 费要低很多。另外在对待政府监管的态度上，以太坊一直都是排斥和政府合作，还有排斥监管的，但是 Cardano 它就比较喜欢主动的和政府接触。在对待监管这件事情上，也是持一个开放的态度。之前在非洲很多落后的国家，也是通过和政府项目合作，得到了一些落地的应用。而且在共识机制这一块呢，以太坊早期是走的 POW 的那个路子，后期在 2.0 的时候会慢慢转到 POS 的路上来。Cardano 从创立之初便就是那个 Proof of Stake 的一个共识机制。对 Proof of Stake 和 Proof of Work 共识机制不熟悉的朋友呢，可以回顾看看我们之前的一个视频，我们之前有做过一期专门讲到Proof of Stake 和 Proof of Work 的一个区别。最后就是说到区块链上的一个交易速度，以太坊目前大概是每秒10几笔的交易速度，然后升级完成后能达到将近每秒10万笔。Cardano 呢，现在它大概是每秒几百笔的速度，大概是250笔左右。等到完成那个 Hydra 升级之后呢，将会达到一个恐怖的百万笔每秒的一个交易速度。当初老查为什么要出走以太坊？据说是因为老查不同意威神的仅仅是把以太坊基金会当成一个非盈利的组织而且靠那个用户的信仰来支撑以太坊的价格。老查主张的是需要一个盈利的机构在这个生态里面，这样才能在熊市来临的时候有足够的资金来让其度过难关。那我们看看老查夫妻出走之后创办的 Cardano 都有哪些改变。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图就是 Cardano 的一个铁三角。首先，同样的是，它也有一个 Cardano 的一个基金会，这也是一个非盈利的一个组织。它主要作用就是和世界的各个国家的政府还有那个监管来斡旋和协调，然后打消政府的敌意，同时来监管自己，同时时刻督促着自己的步子不能迈太大。然后就是那个 Emurgo 作为一个生态的一个孵化器，它的主要作用是推动项目的一个落地。
然后最后这个三角的一环就是那个 IOHK，IOHK 它作为一个盈利的机构，它有可能以后它是可能会上市的，去资本市场上去募资，并且负责一个项目的研发。可以说，老茶的这个生态架构考虑的要比以太坊更成熟一些，也避免了当年早期以太坊创始人们关于这个架构的一些争论。好，下面我们来看看就是 Cardano 的一个就是 roadmap，它总共是分为5步。它第一步就是我们的拜伦，该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布网络、推出 Cardano 的转账等基础的一个功能。我们的第二步就是我们的一个雪莱，这部分是在2020年完成的，它是执行了一个雪莱的硬分叉，是加深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水平。第三步就是那个骨根，这部分是去年9月份，也就2021年9月份开始部署。这一步主要是开始部署智能合约在这个Cardano 上的这个链上。然后第4部分就是我们的芭蕉，后面我们就下面 PPT 我们专门讲这个。然后第5步就是一个伏尔泰，这一步呢主要就是引入一个金库系统，这一步目前那个时间还是待定的。让我们主要看看这个芭蕉这个阶段，这一阶段主要就是一个聚焦可拓展性，还有一个它的可操作性，就是这部分主要是通过一个叫 Hydra 升级的这么一个步骤来去完成这个阶段。Hydra 升级呢，就是Cardano 的一个具体扩容的 solution，它相当于以太坊2.0中的一个就是分片的这么一个作用。下面我们看看他们 GitHub 上面的一个就是他们的 roadmap，他们目前大概是进行到2022年的第2季度，这大部分他们的任务也都完成了。他们这个任务表总共是排到了2023年年底，所以说芭蕉这一步大概是结束需要到2023年，也就是说伏尔泰这一步最少要从2024年开始，也就是说2024年才有可能完成 Cardano 的区块链。好，感谢 Gary 对这个 Cardano 和 ADA 的介绍，然后相信大家听完这个介绍呢，也对 Cardano 有了大致的了解和这个概念。那下面呢，我来为大家带来这个关于 ADA 投资相关的这个分析，还有它的价格的一个预判。那同时我也会为大家带来这个 ADA 价格走高的几个推动力和它的一些相关的风险，然后来供大家这个作为一个参考。那首先呢，Cardano 作为一个 Layer One 的区块链项目，当然会直面很多这个竞争，例如以太坊、Solana 还有这个 Avalanche 等，他们都是这些这个Cardano 的这个竞争者。那但是它呢也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竞争力与生态。然后刚才这个 Gary 也点出来了。然后 Cardano 呢是被很多其社区的这个成员称之为叫 People's Crypto。那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据称呢，差不多有90%的这个 ADA 是持有在散户手中的，那类似于比特币。但是由于最近这个就是宏观经济啊，然后包括政治问题带来的整个加密市场的熊市，导致不光是 ADA，而是整个市场都在下滑，然后也让其价格跌至差不多0.5美元左右。那但是从长期来看呢，现在其实也没准是一个不错的入场机会，所以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 ADA，结合自己的可以承受的风险能力来决定是否要投资它。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Cardano 从 launch 以来的价格走势。它从最初发行到今年这个5月4号，也就上上周吧，差不多 ADA 带来了已经有3697%3697%的这么一个投资回报比。那从17年11月20日这个0.029美金的价格呢，仅在8天内就上涨至0.119。然后那段时间是加密市场走牛，同时间这个比特币也是从8200刀上升至这个10058美金的一个价格。那17年的时候呢，ADA 是一个比较好的表现，是持续上涨至这个0.719美元，然后18年又暴跌回了这个0.028美元。不过19年和20年对于 ADA 来说呢，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动静，价格一直都在这个1美元以下这个游荡。但是那年是对比特币的一个很好的一年，然后疯狂的增长。那在21年的时候呢，ADA 的表现还不算不错，它5月份的价格也来到了2美元多，但是这个21年底又跌回到1.31美元，导致其这个今年虽然在这个1月份的时候Cardano launch 了这个 Sunday Swap 这么一个交易所，然后让它价格回到了1.63美元，但是由于一些大环的影响它现在还是在一度下跌，然后非常波动。但是呢，下面我要说的这么几个它的 Cardano 的发展的里程碑，
应该会为 ADA 价格带来一些刺激和增长。首先呢，第一个事件是这个2022年这个3月份，就是 Canal 通过了这个 Project Catalyst 平台 launch 了这个 Fund 8。这个 Project Catalyst 是一个创新基金会来支持这个赞助社区的创新与建设，然后开发者可以来创新开发一些 DApps 和对协议进行一些升级。那这个 fund 呢是会每3个月 launch 一次，然后包含不同的额度。在这个 fund 内之前还有 fund 的1到7，然后来持续这个赞助和吸引开发者来 Cardano 的生态中进行创新和建设。那这次 fund A 大概涵盖的金额是1600万美金左右。那第二个事件呢，是发生在这个今年2月份。那 Cardano 与一家造林公司叫 Veritree 这么合作，然后举办了一个叫 One Million Trees Planted 这么一个植树环保活动。这个活动呢，会通过人们捐赠这个 ADA 代币来种树。那100万枚这个 ADA 来在地球上种100万棵树。然后捐赠 ADA 的人士呢，将会获得对应这个树的信息，然后包括种在哪儿，然后种的是什么。然后这个 Veritree 呢，会通过 Cardano 的这个 on-chain 的 data 来对其种植的这个100万棵树进行跟踪，然后都是对这个公众开放的，然后大家可以随时去查看它是否真正的去种了这个树。然后第三个事件是在今年1月份，这 Cardano launch 了这个 SundaeSwap 的这个去中心化交易所，然后为 ADA 带来了更多的流动性。但是这个 launch 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一些技术原因，导致这个 SundaeSwap 上的交易要花好几天。那 Cardano 的这个开发团队也同时出来解释了这个情况只是暂时的，然后并且会之后被解决。那我们希望这个交易所未来可以让更多人参与到其中，为这个 ADA 带来更多的流动性。那第四个事件呢，则是同样发生在1月份，就是这个 Cardano 与 Emergo 的公司建立了正式的合作，然后为在这个 Cardano 的生态系统中开发 DApps 提供一些工具和这个解决方案。那 Emergo 这家公司呢，是一个为全球区块链科技提供这个解决方案的咨询公司。我们会把这家公司的链接放在 description 里，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第五个事件吧，第五个事件是这个 COTI 将作为官方平台去发行 Cardano 的这个稳定币叫 DJET。那这个稳定币同样是利用这个算法来 mint 和 burn，然后使其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价格。它的用处呢，会用来这个在 Cardano 网络中作为手续费的支付。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 Cardano 网络中的这个交易手续费可以保持在一个可预测，然后比较平稳的价格，避免波动，且有高昂的这个像 gas fee，像以太坊那样的 gas fee。那对于 Cardano 生态系统来说，算是一件比较利好的事情。最后一个事件呢，就是说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卡达诺宣布投资600万美元来支持这个非洲的一些区块链创业公司。那它旨在这个链接非洲与这个西方的一些区块链的生态。OK，那我们简单介绍完了这个几个利好消息。那 ADA 的风险在哪儿？风险有哪些呢？下面我们来简单讨论一下。那我之前在 Yahoo Finance 上的一篇文章中也看到过，就是说卡达诺与纳斯达克100 ETF 的价格呈现出来大概0.86的这么一个 correlation 相关性。也就是说，卡达诺作为多元化的这么一个投资福利正在消失。然后这个现象呢，也不光是出在这个卡达诺的身上，币圈中的诸多这些加密货币也同样出现了与这个纳斯达克100高过相关性的一些现象。在之前呢，加密货币是一直算是作为这种就是规避系统风险的一个比较好的资产。但我们现在看到这种种种问题，导致加密货币与这个股票市场上高风险的股票出现了这种高相关性。也是出现了很多改变。那并且这个 Cardano 的估值呢，目前是也偏高，然后并且即使刚才我们说过这几个比较有利的 value drivers，也并不足够来支撑它的价格。所以在我看来呢，大家目前应该持续它的走势吧，持续关注它的走势吧，并且做好自己的分析。那以长期的角度来看，来思考自己是不是应该入场。就是我最后也想补充一点我自己的思考啊，就是说最近 Terra UST 和 Luna 大跳水的这个事件呢，想必对大家还有市场也带来了巨大的打击。我个人也只是放了非常少的钱到这个 Anchor Protocol 和 Luna 中，虽然只是参与了一下，并没有受到特别大的影响，但是也同样切身的经历了这次危机。那对那些在 Luna 上亏了很多钱的朋友呢，我们这个深表同情。但同时也一定要切记这次犯的错误，好好反思一下自己的投资策略。在之前的视频中呢，我们其实也提到过 Terra 的风险，并且
Anchor Protocol 一直出现这种高额亏损的状态，只是没能 predict 这次它会如此的这个有严重的这个崩塌。那我们也会好好利用这个机会反思一下，将每个这个 crypto 的项目呢研究更透彻以及清晰，再呈现给大家。那还在 crypto 中的伙伴呢，请你们也不要太过于灰心和绝望，毕竟钱没了还是可以再赚。这次事件也给我们泼了一个冷水吧，然后利用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 learning，我相信应该静心的去用这种更底层第一原理的这种思路和角度来去看待 crypto，然后同时也去思考这个科技啊、商业啊，还有经济、历史，还有金融的这么一个全球的发展。我相信大家的参与不仅仅是说我要来投资盈利，我觉得同时这个 crypto 把它理性看待，然后把它也当做一个自己学习的机会来看待，才能让我们对它有更加的了解，然后也能，在未来可以创造出真正的价值，然后让我们一起可以活在一个我们想活的 future 中。这就是这期视频，然后非常感谢大家。